昨天我就看到谢贤去世的新闻，当时还感叹了一下，你看多么帅的一个人，多么潇洒的一个人，最后还是会衰老。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终点还是那儿。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后的终点是那儿，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兴。在我看来，谢贤这一生就非常的尽兴，淋漓尽致，潇潇洒洒，他没有委屈自己，更不会亏待别人。他活得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，但同时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人，感情归感情，恋爱归恋爱，家庭归家庭。比如我们看他的遗嘱，他把90%的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孙子，也就是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儿子，10%的遗产让谢霆锋和谢婷婷去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和明智的决策，因为谢霆锋和谢婷婷是成年人，他们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而孙子还小，他们还需要求学，可能还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他把更多的遗产留给了孙子，给他们做一个保障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做法，同时他也非常拎得清，过往的情感，过往已经结束了，他也已经全部处理好了，所以这就不会给家庭带来一些纠纷和麻烦，也不会给他的包括前任啊这些带来一些问题。今天早上其实我刷到一条视频，我当时眼泪就夺眶而出，泪流满面，是他的前女友 Coco 之前发的一段视频，就是说当时四哥跟他提出分手，主要的原因呢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了，而 Coco 还年轻，所以他想要给他一个自由，给他更好的未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非常有担当的做法。为什么？很多人都觉得你既然爱我，或者说你如果是有担当，你应该娶我，或者是你应该结婚。但是作为谢贤来说，他经过了2次婚姻，同时他已经是在70岁的年纪遇到的 Coco， 所以结婚有什么意义呢？只会给家里人带来更多的麻烦，也会给这个女生带来更多的负担。让我流泪最感动的是，当时四哥跟 Coco 说，你如果遇到了男朋友，你可以带给我来看，我阅人无数，我不允许别人对你不好，四哥永远在你的身边。这段话我觉得如果是对于2个决定要分开的人来说很残忍，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温柔，他们的感情已经升华为家人亲人了。 Coco 自己也这么说，因为他们陪伴彼此12年，而这12年里面2个人都是全情的投入，没有遗憾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，不是要锁死彼此，而是要成就、成全、理解彼此。Coco 还说，当时媒体有报道说谢贤给了他多少个 W 的分手费，但是他认为钱对于女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，他长的见识，见到的世面，跟着四哥去认识的这个世界，认识到的人性，我相信这个对于他来说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所以 Coco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通透的人，所以你看人是相互的，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走到他的世界，而也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彼此吸引，彼此能够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分开了也没有怨怼。谢贤的每一任对他都是说好，包括他的第1任妻子珍珍，第2任妻子狄波拉。我看今天有报道说，狄波拉珍珍知道谢贤去世的消息以后，
也是哭了，而且他说谢贤在他心中永远有一个位置。因为真真后来有一段婚姻，但是那一段婚姻就非常不幸福，离婚分手的时候闹得非常的不堪，已经成了仇人。她那任丈夫去世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没有和解，但是后来真真出书的时候，谢贤还去捧场，而且对着大众说他其实一直爱着真真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男人。包括狄波拉，她后来再嫁，他们仍然可以像朋友一样出来喝喝茶聊聊天，而且狄波拉可以当着现任丈夫的面去给谢贤一个拥抱和亲吻。我相信只有他们真的感受过谢贤的那种深情和温柔，他们才会在分开以后仍然念着他的好。所以四哥就是四哥，江湖人的四哥。为什么王晶导演包括周润发、周星驰都对他那么尊敬？因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，他也帮助过这些朋友们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港风。都说四哥风流，他自己也说人可以风流，但不能下流。我一直觉得风流不是一个贬义词，是一个褒义词。为什么我们说魏晋风流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活出了人样，他们活得真实、坦荡、自由、酣畅淋漓，他们有自己的底线、坚持。我觉得四哥的这个风流就跟魏晋风流的那个风流是一个意思。前两天我淘到一个小东西，叫做美人也要过英雄关，但是我想面对谢贤这样的英雄，美人不需要过关，只需要甚至卡在那个关卡上都没有问题。我突然想到辛波斯卡的诗，他是这样写的：我亏欠那些我不爱的人甚多，有另外的人更爱他们，让我宽心。其实辛波斯卡他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的，他跟前夫离婚以后仍然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，然后他后来有一位男朋友，但是他们没有结婚。我在想，最后谢贤对 Coco 的那份感情就有点像这句诗里说的，有另外的人爱你，让我宽心。所以爱它不是索取，不是霸占，而是希望你更好，拥有你自己的世界，找到爱的归宿。谢贤曾经说，他每分每秒都生活在浪漫里，我相信他这一生都活在爱里，爱得很值得，爱他的人也很值得。